飞。哦，嘣，有够舒服。OK， 今天又到了我们的 reaction 环节。那今天要来听的是星穹铁道，一样是星穹铁道，它在1月12发行的这个最新的 OST《星空剧场》。那里面也是收录一些最新地图的一些 BGM， 然后BOSS 战的 BGM， 然后一些活动音乐。好，那废话不多说 ，Let's go。OK， 第一首载歌须纵酒啊，这很明显是仙舟的一个音乐哦，金人像哈，它是金人像的 BGM 哦。小秘书正式通知你，金人像会在你的帮助下顺利完成这一阶段的营收目标，并且在部分收入上用在码头修缮。然后，请把这个阶段的 CD 当做一个小小的奖励吧。很好，我们就来听听看。OK， 所以其实可以很明显听到这首它是以短笛当做一个主旋律啊。当然在国乐器它可能不是叫短笛啊，但是如果是对应到西洋乐器的话，它的主旋律应该是短笛的这个部分。那我觉得这首它比较令人突出的地方就是第二段的时候，它的这个爬音响度变得更大。你用耳机听，你会很明显觉得整个空间上更大的，然后会有那种更迷幻的那种感觉。我当初在玩金人像的时候，我觉得这种音乐真的很好听，听不腻，然后你会一直想要重复循环。那时候不知道什么原因啊，现在大概知道，透过这个空间上的一个转换，让你觉得可以一直听，就是不会让你觉得很乏味，会让你一直听下去的那种感觉。OK， 那再接着棉欧宿路这首后面接着这首叫做欧陆忘机哦，这又是什么意思？它第一个意思是说它是列子皇帝中的一个预言啊，那同时也是一首很有名的古琴曲哦，就是用古琴演奏了一个曲子哦。那在这个预言里面讲的是说，有个渔人他喜欢水鸟，然后每次出海时都与水鸟一样嬉戏哦，跟水鸟一起嬉戏，然后常常有上百只的水鸟飞来和他玩耍。有一天，他的父亲和他说：“我听说那些水鸟都愿意与你游玩，你捉几只带回家给我玩一玩。”然后第二天，渔人出海了，可是水鸟只在他头顶上盘旋飞舞，但是不下来跟他一起玩。所以说他这个预言指的就是说，如果你人用很自然、很和谐的方式去跟别人相处的话，那即使是跟你不同物种一些动物，它都可以很亲近。那相反的，如果你怀抱的一些巧诈的一些心思啊，怀抱一些不好的恶意的话，那连
动物都可以感受得到，它们就不会靠近你。那后世他们以欧陆旺基来比喻淡泊隐居，不以世事为怀啊，也就是说淡泊名利啊，不争权夺位啊。那我们就先听听看这个。接在绵欧宿鹿后面这个欧陆旺基啊，原本是一个正在睡觉的海鸥，正在睡觉的露丝，原本是一个很安静的氛围，然后转到欧陆旺基，它是一个淡泊名利、隐居山中的这个氛围，我们可以听听看它有没有这种转折。哇哇 ，OK， 它的主旋律有点类似，所以这个声音就是古琴吗？如果有人知道的话，可以分享一下，就这个声音就是古琴吗？哦，古琴哦，看起来有点像古筝，应该也是属于拨弦乐器，七弦器。古琴又称瑶琴、玉琴、五弦琴、七弦琴，是中国古代的弹拨类乐器，有3000年以上的历史，属于八音中的丝。古琴音域宽广，音色深沉，余音悠远。于1920年代起，为了与钢琴区别，而又改称古琴。哦，所以看起来是有点像古筝那一类的拨弹类乐器。不过它的声音就没有像古筝那样的那么的高亢哦，它就是那种比较余音绕梁那种感觉。所以一开始它弹下去的时候，我刚刚说什么欧陆旺基那种淡泊名利、那种隐居山林的那种感觉，马上就显现了。哦，嘣，有够舒服。然后它大概是从22秒，它开始出现有那个书写啊，然后纺织车的那种声音。所以我猜这一类的乐器应该也蛮常使用在蛮多古装剧的。我们在那个隋阳里面，我们不是有看到，在那个有一个升降台的一个地方，它有放一个古琴，然后那边我不知道大家都有没有解到，那边有一个小成就的那个隐藏任务，有一个小成就的隐藏任务，那个琴里面附着一只隋阳，然后你帮他完成他的心愿之后，他就不会附在那个琴里面，不会附在那个古琴里面，不然他原本是在里面一直弹。我不确定这个欧陆旺基是不是就是隋阳附在那个古琴里面弹的那个曲子，很爽哦。那个成就的那个回复，马上就想起来了，哦，实在是太酷了。
OK， 好，迄今年代。那我听完，当然这也算是一个偏铺陈的一个曲子。那我觉得它比较有特色的地方是，其实它从开头到前面几个小节，几乎都只采用了弦乐器，然后它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动机旋律，咚咚咚啦啦啦啦，咚咚咚啦啦啦啦。我猜那些咚咚应该都是低音大提琴或者是大提琴它的一个拨弦演奏的 pizzicato。那因为我可以很明显听到后面它有一个 pizzicato 是小提琴来的，所以我觉得前面应该就是低音大提琴或者是大提琴。Anyway， 它的那个动机旋律是非常明显的，咚咚咚哒哒哒，而且这个旋律从整首曲子一直都有。弦乐器的拨弦演奏其实都是很常使用在动机旋律的一些演奏上面哦，它让你整个曲子有一个一致性，然后去强调哦，它需要的是什么气氛？是需要的诡异的气氛、悬疑的气氛，还是有趣的气氛？这个都是可以透过弦乐器的pizzicato， 就是拨弦演奏去诠释的。好，那收尾的地方也挺有趣的哦，它是这个战音跟拨弦的一个交替使用哦。我自己觉得它这种交替使用不同演奏方式的交替使用法，会让人留下一种有趣的一个结尾，也有一个疑问的结尾，就感觉好像这事情还没有完哦，会让我们想要继续听下去。OK， 那我们就继续听下去喽。它竟然是这样收尾，OK， 好，对，所以我现在知道为什么它是下载量最高了，因为这一听的当下我就想起来了，它是跟那个银之的对战曲哦，在列车上跟银之对战，哦，走音，OK， 它这该从哪里开始讲呢？这让我第一个感到很有印象的点是，它有一段钢琴旋律，我觉得很像 Final Fantasy 哦，从24-25秒开始，噔噔噔噔噔。我自己的感觉啦，我觉得很像 Final Fantasy 哦。Final Fantasy， 但是应该是 FF7， 但是我想不起来是哪一首。我对FF 的 OST 不是说非常熟，但是我确定好像有一段打斗的钢琴旋律是跟这个非常有类似的，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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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很动感，然后又稍微有点紧张的那种旋律。OK， 所以46秒这边开始进入主旋律，那个小提琴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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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前面全部都是跳弓，但是我不确定它是那种是整个跳起来 spiccato 那种整个跳起来的跳弓，还是那种自然弹性的跳弓，我不太确定，但是应该整段都是跳弓，看有够屌。而且这首曲子它奇情异响的声势，虽然是作为一个战斗 BGM， 但是它整体的音乐其实听起来是非常的和谐的，你不会有感受到太强烈的那种冲突感，因为我们跟银之对战是一场友情之争嘛。不过让我比较意外的是说，它的收尾竟然反而竟然是一些合成器。而且还不是很标准的一个终止式，这跟我预想的收尾完全不一样。奇情异响的声势主要是林朝阳跟林一凡，混音跟母带后置，混音跟编曲是林一凡，母带后置是宫崎。然后李朝阳也有负责编曲的部分，所以这首主要是这3个人。那林一凡跟宫崎。之前在我讲崩坏4 OST 的时候，其实也提到蛮多次，这2个也算是老面孔。林朝阳，OK， 所以他这一次编的这首奇情异响的声势，非常不错，很有特色，很符合银之人设的这个旋律。那最后用一个比较有特色的方式做收尾，相当棒，相当棒，可以理解为什么是 iTunes 下载量最多的一首 OST，在这张里面。